转世灵童在藏传佛教当中作为承传衣钵的独特方式，被称之为世界7大神秘现象之一。这高僧圆寂之后为了确保本门派的传承正统无误呢，会再次投胎转生继续修行。与携带着前世记忆呢，很多转世后的灵童智慧大开，很多都是字儿还没认全就能够当众口诵佛经，拥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蒙元时期3岁的八思巴被寺院长老们公认为是转世灵童的圣者，后来呢又协助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将西藏纳入了中华版图。不仅如此，八思巴还做了一件事永远的留在了意大利教堂的壁画上，传至今日。八思巴本名洛追坚赞，意为圣者会同，于公元1235年呢出生于西藏昂仁县鲁孔区。关于他的前世颇为传奇。萨迦氏系史中记载八思巴的父亲桑查索南坚赞，我们简称他为阿桑这个阿桑先后娶了5任妻子，然而年过半百，膝下仍旧没有一个儿子，这心中难免有些沮丧和焦虑。一天呢，阿桑正在修习象鼻天，在入定中看到了象鼻天神，只见天神用着象鼻将他高高的托起，送到了须弥山的山顶，对他说：“你看。”当时阿桑因为害怕，不敢完全睁开双眼，只敢眯缝着眼睛，用着细微的目光瞥见了吐蕃地面上的卫藏康三地。这个时候耳边呢响起了天神的声音：“原本你目光所及之地将来都将归你所管辖，可惜你没有看全，看来你是没有缘分统治这些地方。不过卫藏康三地将来可以归于你的子孙后代所统治。”虽然得到了天神的开示不过出定之后阿桑才回过味儿来，我并没有儿子天神怎么说我的后代子孙会管辖卫藏康三地呢？这难不成我命中注定就应该有儿子？想到这儿这每天开始祈祷，希望天神能赐给自己一个儿子。就在同一时期西藏的贡堂有一位高僧，名叫做萨顿日巴。一天，象鼻天神显现在萨顿日巴面前，告诉他说：“阿桑一再向我祈求，希望能统辖卫藏康三地，但他本人没有这个缘分。他的儿子将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瞻部洲的大部，你应当前往他家，转生为阿桑之子，治理吐蕃地面的卫藏康3处大部，请你按照我的愿望转生吧。”由于这段西藏史书的记载，便有了八思巴是高僧萨顿日巴转世的说法。原始记载，八思巴幼而颖悟，长博文思，学富五名，眼观3藏，不仅无师自通能读写文字，还拥有神通，可以知晓自己过往的前世。简单一句话呢，是活脱脱的一个天赋异禀的转世神童3岁的八思巴字儿还没认全呢，却能够当众口诵莲花修法，洋洋洒洒的一口气背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在场的众人全都惊呆了，这哪是一个小孩子的语调分明就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大人的口气萨迦寺的长老们震惊之余，无不称赞这个孩子是一位圣者。这就是八思巴名字的由来，从此神童八思巴的名号便在西藏传开了。八思巴7岁时已经能诵读10万字的经书，8岁时能口诵佛本生经。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呢，也是一代高僧，被藏民尊称为法王萨班。凡是萨班所到之处所住之地，瘟疫、战乱和天灾都不会出现。只要看到萨班，所有行路上的百姓也都是互敬互爱，甚至哪怕有土匪前1秒钟还盘算着要打家劫舍呢，只要看到萨班，这下1秒的功夫大脑是一片空白，什么想法都荡然无存了。对于自己的这个侄儿萨班很是喜爱。这一年举行的预备法会呢，萨班就让年仅9岁的八思巴登台说法。尽管他还是个小孩，在场的众多学者是甘愿抛下傲慢之心呢，洗耳恭听八思巴讲论。撑得起转世灵童的名号，首要条件就是得记住自己的前世。一天呢，一群大人们正是一边闹哄哄的天马行空的闲聊着，一边喝着奶茶。突然呢，不远处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你们听说过萨顿日巴吗？那是我的前世。当我还是萨顿日巴的时候曾经和观世音菩萨谈论过。”这话出自一个黄毛小儿之口，顿时震惊了所有人。
这件事呢，很快在西藏是炸开了锅。为了验证这件事儿，萨顿日巴生前的2位弟子特来拜访。当时八思巴正在和小伙伴们玩耍，恰巧看到了他，张口就问道：“你们来啦？”这2个人惊奇地问道：“难道你认识我们吗？”八思巴点了点头说：“当然啦，你们是我的弟子啊！”并将他们2人的名字是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2人对八思巴就是萨顿日巴转世的说法那是深信不疑呀。从此，八思巴又跟随着伯父萨班前往了吉隆。当时贡唐地区的僧众前来会见八思巴，对其中一位老僧说：“你是我的近侍扎西顿珠。”当得知八思巴是自己的上师转世，扎西顿珠跪伏在八思巴的脚下，激动的是泪如雨下。八思巴5岁时呢，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刚满1岁的弟弟恰那多吉。从此，伯父萨班承担起了抚养这2个侄儿的责任。公元1244年，萨班受到皇子阔端的邀请，前往凉州会谈。此时，已年纪63岁的萨班将10岁的八思巴与6岁的恰那多吉呢带在了身边。经过了2年的辛苦跋涉，于1246年的8月呢抵达了凉州。阔端与萨班见面之后被他的智慧、学识与高德所折服，答应不再进攻西藏，并邀请萨班前去蒙古传授佛法。在萨班的斡旋之下呢，西藏避免了一场浩劫。阔端专门为萨班在凉州城外修建了一座白塔寺，方便为当地的百姓传授佛法。在此期间，八思巴一直跟随伯父潜心学习佛法，对佛法的理解也是突飞猛进。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圆寂之前呢，他将法罗与衣钵传给了八思巴，任命八思巴接任第5任教主。这一年八思巴只有17岁。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见，因其学识渊博、醇厚的美德，赢得了蒙古亲王忽必烈的信任。由于西藏地处边远偏邦，地狭民贫，八思巴请求忽必烈下诏不准金字使者借宿僧房，僧人不交赋税，藏民不摊派兵差，这几条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为了有效地治理西藏忽必烈曾提议在西藏只弘扬萨迦派的教法，禁止其他的教派。八思巴却说这样对陛下的社稷和我们萨迦教法都没有好处，不如让各派依照意愿自修为好。而藏传佛教的各门各派在忽必烈的扶持之下也出现了兴盛的发展时期。八思巴曾为忽必烈察必王妃以及他的亲属子女等25人进行过灌顶。在八思巴第3次为忽必烈灌顶之后忽必烈献出了一颗珍宝大白法螺作为供养。这个大白法螺来历奇特，众说纷纭。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是来自释迦牟尼。根据藏吉祥萨迦派之诗集中说，因龙种人主之善缘而来，那具足梵音的大白法螺乃是世尊转动法轮之时，帝释天向佛陀恭敬奉献。据说具有根器的人如能听到法螺之声，即能清除无数劫中所积累之恶业，得以转生善道，得到解脱之福。忽必烈将其献给了八思巴，从此这个大白法螺从汉地传到了西藏。八思巴亲自祝愿他成为众生的救护法螺。中统元年忽必烈继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命他统领天下僧众。至元元年，忽必烈设总知院，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知院事，颁赐珍珠诏书，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之后由于汉字对蒙古人太难，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出一种代表大元帝国的新文字，也称八思巴文。这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一套方形书写的拼音文字，由41个字母组成，可以拼写汉语、蒙古语多种语言文字。忽必烈下诏在全国范围之内的推行蒙古新字，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用蒙古新字。1270年，八思巴因创制文字有功晋升为帝师大宝法王，简称为帝师。八思巴文很快便传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有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帕多瓦，这里拥有举世闻名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在这座礼拜堂的壁画上就出现了八思巴文。不仅礼袍是采用了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八思巴文来描绘。在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内文艺复兴的伟大画家乔托绘制了大量的壁画。
其中创作于1303至1305年之间的第35幅壁画《耶稣受难图》中点缀耶稣腰间围布的金色边纹，正是元朝的八思巴纹。也就是说呢，在八思巴纹创造出来的30多年之后，远在意大利的画家乔托就已经将八思巴纹熟练地应用到了他的绘画创作当中。八思巴文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了100多年，直到1399年北元消亡之后呢，八思巴文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至今，在出土的文物、钱币、贝壳、印刷制品等文物中仍然可见八思巴文曾经承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八思巴年幼时期曾经梦见自己手中拿着一根藤杖，有80节，但是到了第46节处弯曲了。次日清晨，他向自己的伯父萨班说起了这个梦。萨班说，这节数象征着你的寿数，第46节上弯曲呢，预兆着你46岁时会有难，到时需要当心。八思巴圆寂前出现了很多的先兆，西藏的太阳变得阴晦，失去了往日的光明，星辰已远离了运行的轨道，很多藏民的心神无缘无故的变得混乱，事理不明。就是专心修习佛法的僧人也出现了难以控制的悲伤心情，难以平复。1280年10月3日夜晚，八思巴梦见自己来到了吉祥山上，并坐在一株高大的菩提树下听龙树菩萨讲法。天女献上无数的奇异大供养，冥王妃显现对他说，请从梦中醒来。其后呢，这种异象常在昼夜出现。因此八思巴决定从10月起呢，为法王萨班设立七供，奉献比以往更为丰盛的贡品。众人都问这法王的七供以前不是在11月举行吗？怎么突然提前了呢？八思巴知道到了11月，他再也不能做全月献供了，所以呢，特意提前举行。到了11月22日上午，八思巴请众人陈列贡品，为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教化，修行之人能更加精进呢，八思巴手持金刚杵加持众人。此时天空涌现大光明，漫天降下花雨，伴随着阵阵巨响缭绕的天音，八思巴圆寂了。忽必烈收到讣告，极为悲痛，于是下诏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呢修建八思巴庙，塑造八思巴像，纪念这位创制文字、协助治理西藏的大功臣。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